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工厂的生产导向型工作转向服务业，导致工厂工人收入下降。为满足矽谷对高科技工人，特别是工程师日益增长的需求，美国放宽了受过特殊训练的外国人的移民配额。该地区经历了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大量工人涌入。到了21世纪，三藩市湾区人口已增至超过200万，仅圣何塞的人口就从1960年的约20万增加到本世纪末的超过90万，成为北加州最大的城市。电子产品、计算机和计算机软件创造了该地区的财富，但其中大部分财富被房地产吸收了。到2000年，该地区房屋的中位价格是全国主要大都市地区中位数的2倍多。房价持续上涨更加剧了生活成本提升，湾区的平均房地产价格在5年间增长了 100%。 随着这些经济变化的发生，旧金山乃至整个美国都出现了无家可归现象。2000年到2005年之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8至09年经济大衰退之后，矽谷的失业率高达 10% 以上，湾区精英人群收入减少，但对生活几乎不受影响，而对产业工人来说又是一次新的打击。在旧金山，一名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必须从事大约 4.7 份全职工作，才能将其收入的 30% 用于租用2居室公寓。随着这些经济大环境影响，旧金山的无家可归现象变得越发严重。2022年，全国有58万2462人无家可归，其中17万1521人在加利福尼亚州，这几乎占全国无家可归者总数的 30%。 相比之下，纽约无家可归人口约7万5千人，佛罗里达州约2万1千人，这2个州是无家可归人口第2和第3多的州。加州每1万人中有44人无家可归。这是我们从媒体听到的、看到的三藩市游民的背景。可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2019年，旧金山市委托调查机构进行无家可归原因调查，得到的调查结果是，包括失业 26%、酗酒吸毒 18%、驱逐 13%、被朋友家人要求离开 12%、心理健康问题 8%、离婚分居 5%。 其中 70% 的游民是近期在旧金山居住期间变得无家可归的，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只在三藩市居住了不到10年。 22%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另一个县， 8% 来自另一个州。截至2019年，据信该市约有8035名游民，其中5180人无家可归。该地区最多时有3000名无家可归的儿童，其中大多数就读于旧金山统一儿童学校学区。无家可归者涌向旧金山是有原因的，这里冬暖夏凉、少雨无雪的气候为长期露营带来了合适的条件。政府宽松的政策、福利补助高、包容的文化以及毒品的友好环境吸引了许多游民来三藩市聚集。三藩市审计办公室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2021年至2022年，该市近一半的商业人行道上都有粪便。近2/3的主要商业路线报告存在比较严重的街道垃圾问题，而全市街道中有 41% 的街道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该市的犯罪率高出 111%。2021年，一名39岁游民涉嫌袭击2名老人的新闻登上了头条。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无家可归者犯罪案件受到了更大的关注。一名18岁女子 Nia Wilson 在 BART 列车上被一名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27岁男子杀害。这一事件引起了人们对无家可归、精神疾病、种族问题和暴力的关注。三藩市的无家可归者问题逐年恶化，并正在造成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每年大约有200万个用过的皮下注射针头散落在城市街道和人行道上。三藩市的街道被认为比肯尼亚等极端贫困国家的街道更脏。三藩市纪事报调查了该市的无家可归者和支持性住房部门 HSH， 该部门向非营利组织付费，
提供约70家酒店，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酒店房间援助，每年耗资约 1.6 亿美元。当人们深入研究数据时，情况就会变得更加暗淡。记者对其中16家酒店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发现该市未能很好地监督和评估计划，导致这些酒店内出现了混乱、犯罪和死亡的事件。住在酒店的游民威胁要杀死酒店工作人员，用金属管追赶他们，并在酒店房间内纵火。游民租户之间互相攻击，其中一名租户至少2次向邻居的眼睛喷洒杀虫剂。一名房客用刀划伤了另一名房客的脸，其他租户也受到过枪支和撬棍的威胁。三藩市的犯罪和卫生问题反映出该市对非法吸毒的默许。三藩市人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吸毒者也是如此。今年前3个月，该市因吸毒过量死亡人数跃升至200人，相当于全国死亡人口比例的约 3.8 倍。戴安·范斯坦是第一位被迫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的市长。他的政府认为，日益严重的无家可归问题只是暂时的问题，是最近经济衰退的副作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开设临时避难所，提供三明治和过夜的床位，希望那些被服务的人能很快找到永久住房。随着无家可归人口的持续增长，该计划被证明资金不足且无法满足需求。范斯坦的继任者阿特·阿格诺斯对无家可归问题的看法是，这是结构性不平等的结果，只能通过国家福利计划的干预来解决。前警察局长弗兰克·乔丹赢得了1992年的市长竞选，他推出了矩阵计划，该计划通过增加对无家可归者因城市轻罪而发出的罚单数量，扩大了警察在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上的作用。该计划启动的前6个月就发出了6000次罚单。城市居民最初的反应大多是积极的，后来公众舆论又因过于严厉而反对他，乔丹未能获得第2个任期。三藩市第一位非裔美国市长威利·布朗在竞选中承诺结束矩阵计划。上任后，布朗暂停了矩阵计划，并命令法官撤销该计划引起的所有传票和逮捕令。尽管采取了结束 Matrix 的行动，但对无家可归者社区因违反生活质量而发出的罚单有所增加。三藩市监事会前成员加文·纽瑟姆以民主党中间派身份竞选后接替布朗，成为三藩市上个世纪最年轻的市长。在纽瑟姆的支持下，该市通过了2项措施提案 M 和 N 来改变无家可归者政策。M 提案扩大了生活质量法的范围，纳入了禁止激进乞讨和 ATM、停车场或公共汽车附近乞讨的内容。N 号提案，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不开心现金，通过将符合资格的成年人的一般援助金从每月395美元削减至每月57美元，并利用节省下来的资金扩大对该市无家可归居民的护理服务。其他措施包括将无家可归的人送出城，只要他们能证明在目的地有地方可以接待他们。这遭到了无家可归者联盟等批评者的抵制，他们指责该计划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将问题转嫁给其他县。2018年当选，并于2019年连任的现任市长伦敦布里德表达了针对无住房社区及其进步的发展计划。他的政策重点是增加可用的、负担得起的单位以及保护现有的单位。他还致力于制定支持安全用药的地方政策，这包括芬太尼测试、清洁针头以及扩大三藩市街头用药过量小组，以包括一个专门的团队来支持和跟踪服用过量事件的人们。他的政策还为住在车内居民提供了安全的停车位。一位老派瘾君子说，我在三藩市无家可归，只需打1个电话就能得到报酬。他分享了他如何每月收到620美元现金和200张食品券，同时他还向吸毒者出售毒品，并在手机上享受流媒体、亚马逊 Prime 和 Netflix 的服务，而且这里的警察像邻居一样。根据最新的政府援助计划，符合条件的三藩市人每月可获得高达687美元的补助以及各种额外服务和援助。
除此之外，作为西海岸无家可归者的临时解决方案，微型房屋越来越受欢迎。无家可归的个人或家庭通常被允许在小房子里住6个月，同时他们通常会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寻找永久住房。如果他们不能，他们就会被驱逐，然后这个小房子就会被送给等待名单上的下一个人或家庭。三藩市无家可归者估计约有8000人。城市数据显示，该市大约一半的无家可归居民拒绝接受提供的庇护服务。三藩市的无家可归者预算2021至2022财年为11亿美元。但尽管支出巨大，无家可归者以及随之而来的药物滥用、犯罪、公共卫生问题以及生活质量整体恶化等问题每年都在进一步恶化。自2016至2017财年以来，每名无家可归者每年的支出约为57000美元。三藩市已在无家可归问题上花费了几十亿美元，但该市的政客们年复一年似乎仍然感到困惑，因为该市无家可归者的数量猛增，阿片类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新冠疫情。这座城市几乎已成为该国最危险的城市。三藩市的生活质量和犯罪率不断恶化，即使是在这些昂贵的社区也是如此。最近发现诺布山近90%的人行道和街道都被粪便弄脏。不可接受的街道和人行道卫生，包括人类粪便和使用过的皮下注射针头，多年来一直是三藩市的一个问题。2018年，该市成立了一支铲屎队，当年每位成员每年获得约21.1万美元的报酬。考虑到自那时以来发生的通货膨胀，今天可能接近每年25万美元。三藩市在街道卫生方面的支出几乎是同类城市的5倍，但尽管支出如此之高，城市街道仍然很脏。该市的旅游业正受到负面影响，其中包括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年度医疗会议，而该会议本可带来三藩市企业和工人4000万美元的收入。位于三藩市金融区中心，加州街350号的前联合银行大楼于上周被拍卖，中标价格6500万美元，按每平方英尺计算，比疫情爆发前的同类建筑销售价格低约 75%。 Whole Foods 于2022年3月在三藩市市场南部社区开设了一家近65000平方英尺的旗舰超市，但仅仅1年后，由于商店行窃和商店员工的安全问题，现在由 Amazon 拥有的 Whole Foods 关闭了这家旗舰店。美国住宅价值自2022年峰值以来略有下降，但三藩市的住宅价值却大幅下跌，下降了约 16.7%， 而美国其他地区的住宅价值仅下降了 3.3%， 相差约 13.4个百分点。额外下降 13.4个百分点意味着三藩市的住宅房地产价值比与全国其他地区保持同步时多损失了2600亿美元。三藩市的经济困境不仅仅在于市中心空置的办公空间，零售商纷纷关闭商店，包括 Walgreens 和 CVS 药房，以及 Williams-Sonoma、Abercrombie 与 Fitch、Nordstrom、Anthropologie 和 Crate & Barrel 等高端零售商。几乎所有即将关闭的商店都将盗窃以及消费者和员工安全问题作为关闭的主要原因。三藩市市政厅附近的一家 Metro PCS 商店可能是三藩市下一家关闭的商店，因为小偷每周至少2次光顾这家商店，抢走手机、充电线和其他商品。商店员工也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离开的三藩市人平均代表收入非常高的家庭。2019年至2021年间，即使算上搬入该市的人，三藩市的家庭收入也损失了近150亿美元。三藩市正在为事实上的怂恿吸毒、容忍犯罪，以及伴随吸毒而来的生活质量下降付出代价。7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数百家企业已经离开。该城市的市中心曾经是全国最热门科技行业的所在地，现在空置率接近 30%。由于这些损失，该市在未来2个财年将面临 7.8 亿美元的预算赤字。没有多少社区大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018年，三藩市的无家可归者营地引起了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莱拉尼·法哈的密切关注。他走访了不同的营地，并与居民进行了交谈。法哈将他目睹的情况与孟买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说道：“对不起，加利福尼亚州是一个富裕的州，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美国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看到这些令人悲惨的情况，政府允许这样做，按照国际人权标准，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还谴责市政府进行帐篷清扫、清理营地。他说，这么做是破坏性的，无家可归者被当作无足轻重的人对待，这太可怕了，是个悲剧。在前警察局长弗兰克·乔丹主政的4年间，要食物不要炸弹活动人士被逮捕和传唤700人，促使国际特赦组织作出回应。国际特赦组织担心活动人士可能因其信仰而成为攻击目标，并被有效禁止行使其言论和集会自由权以及传递信息的权利。如果情况属实，三藩市违反了国际法，国际特赦组织将收养那些被视为良心犯的人，并努力争取他们无条件释放。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对游民，主要是农民的管理，先后出过共8个文件，其中有3个关键文件，分别是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对一般城市居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购买。这个命令首次把粮食供应与户口联系在一起。1955年8月，国务院在总结2年来统购统销经验的基础上，又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这样一来，没有非农业户口，从而也就没有粮食供应凭证的农民，如果自发迁移到城市中来，首先就会遇到无处觅食的困境。1957年12月18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制止农民盲目外流的指示。当然，要想让农民老老实实地固守在合作社的小天地里，做一个为工业化贡献一生的农业劳动力，就必须建立一项制度，能防止农民逃离集体化农村的管束。这种约束农民的强烈需要，是中国户籍制度最终确立的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因此，从1956年底开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最后彻底剥夺了农民的迁徙自由。改革开放之后，取消了粮食分配制度，取消了粮票，农民也就没有了进城后吃不到饭的后顾之忧，逐渐走出农村进城打工，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对于流浪在街头的人，实行通过收容所临时拘押、集中遣返原籍，有个专属名称叫盲流。另外更严重的处理方式是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决定的半年至3年不等的行政处罚。最著名的是孙志刚事件，孙志刚的去世引发了社会极大反响，最终中国废除了劳动教养条例。中国游民数据不详，政府对游民没有补助，收容救助机构基本形同虚设。改革开放和疫情后的失业工人或盲流，一般在中国城市都会被驱逐，所以城市里很少看到游民，许多无家可归者住在郊区或无人的烂尾建筑中。根据官方统计，日本是一个拥有超过 1.25 亿居民的国家，约有3000名无家可归者。非政府组织估计，2020年东京至少有15000人住在网吧里，仅是目前全日本官方无家可归人数的5倍。日本没有同情无家可归者的文化，他们通常被视为只能将自己的处境归咎于自己，不值得帮助的人。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公开乞讨，无家可归者往往会被赶出人们的视线，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没有未来，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维持生计。但与此同时，他们会尽一切努力避免流落街头，以避免随之而来的耻辱。无家可归者基本上生活在日本广泛的24小时网吧里，人们按小时付费，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日本迷惘的一代成员开始将他们用作临时庇护所，人们经常睡在电脑隔间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咖啡馆扩大了服务范围，提供食物、饮料、新鲜内衣或淋浴，这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
因此，尽管日本官方公布的无家可归率远低于美国，但日本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比例实际上比美国要高，而且只有少数人最终流落街头，更多的人最终陷入了社会边缘，住在网吧、胶囊旅馆里。由于社会压力，他们宁愿保持隐形状态，社会也喜欢这样。美中日三国不同应对游民的方式所产生的结果是，美国放任，提供资金与服务，结果是游民在闹市中心；中国零容忍清理，游民在城郊结合部，城里没有游民。日本社会反对无家可归者，国民自尊心强，游民隐藏在网吧和胶囊旅馆里。以上就是今天《失落之城》第1集的内容，下一集我们将会详细解剖三藩市的毒品问题。欢迎订阅和点赞，谢谢您的支持。那我们下集再见。